經引導。羅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。第5章。瞎子的末日。我的好奇心在某種程度上比我的恐懼更強烈，我實在無法安靜地待在原地，於是又爬回河岸邊。我把頭藏在一簇灌木後面，這樣就能看到我們家門前那段路的情況了。我剛在觀察點安頓好，我的敵人就到了，大約7、8個人，腳步雜亂地跑在路上，領頭的是那個提着燈籠的人，其中3個人手拉着手一起跑。儘管有霧，我還是認出中間那個人就是瞎眼的乞丐，他的聲音立刻證實了我的判斷。把門撞開，他喊道。好的，好的，先生，2、3個人應聲道。他們便向本堡海軍上将客棧衝去，提燈籠的人跟在後面。接着我看見他們停了下來，斷斷續續聽到他們低聲交談，好像對門開着感到很驚訝。但這停頓很短暫，因為瞎子又開始發號施令了。他的聲音更高更尖，似乎充滿了不耐煩和憤怒。進去，進去，都給我進去！他喊道，咒罵其他人動作太慢。他們中有4、5個人立刻服從了命令，另外2個人則和那個可怕的瞎子一起留在了路上。過了一會兒，傳來一聲驚叫，接着一個聲音從屋裡喊道：“比爾死了。”但瞎子又因為他們動作慢而斥責他們：“搜他的身，你們這幫懶骨頭！”然後上去拿箱子，他喊道。我能聽到他們急匆匆跑上舊樓梯的腳步聲，整個房子肯定都在震動。不一會兒，又傳來了驚呼聲。船長房間的窗戶被猛地推開，玻璃嘩啦一聲碎了。一個人在月光下探出頭來，對着仍在路上的瞎子喊道：“瞎子正好在他窗下。”皮尤，他說，他們搶先一步了。有人把箱子翻了個底朝天。東西還在嗎？皮尤咆哮着問道。錢在。瞎子咒罵着錢。我說的是弗林特的字句。他喊道。我們哪兒也找不到。另一個人回答。喂，樓下的人，比爾身上有嗎？瞎子問道。聽到這個問題，另一個人，大概是留在樓下搜查船長屍體的那個人，走到了客棧門口。比爾已經被搜過了，他說，什麼也沒留下。是客棧裡的人幹的，是那個小子，我真該挖了他的眼睛。瞎子皮尤喊道，他們剛才還在這裡，門是鎖着的，我想開門的時候看見了。散開，小子們，找到他們。沒錯，他們把蠟燭留在這兒了。窗邊那人說。散開，找到他們，把整個屋子翻個底朝天。皮尤重複道，用手杖使勁敲打着地面。接下來，整個老客棧裡一片騷動，沉重的腳步聲來回奔跑，家具被掀翻的聲音，門被踢開的聲音，連岩石都回盪着這些聲音。然後，那些人一個接一個地從客棧裡出來，說我們在屋裡哪兒也找不到。就在這時，又清楚地聽到了那聲口哨，就是我和母親處死船長前時嚇到我們的那聲。只是這次響了2下。我原以為那是瞎子吹的號角，召集人馬準備進攻，但我現在明白了，那是從村子附近山坡上傳來的信號。從那些海盜的反應來看，這一定是個警告他們有危險逼近的信號。又是德克那小子，其中一人說，2聲信號，我們得溜了，夥計們。你溜吧，膽小鬼！皮尤喊道。德克向來是個傻瓜和懦夫，別理他，他們肯定就在附近，不會太遠。既然動手了，
就幹到底，找到他們，你們這幫狗東西！哦，該死！他補充道，要是我能看見就好了。他的呼籲似乎起了點作用，因為有2個人開始在柴堆裡搜尋，但我看他們並不怎麼用心，而且時刻提防着逼近的危險。其餘的人則猶豫不決地站在路上。你們這幫傻瓜，大把的錢就在眼前，你們卻站着不動。要是找到了，你們就能富得像國王一樣。你們明明知道東西就在這裡，卻像木頭一樣杵着。你們誰也不敢跟比爾正面衝突，但我敢，我一個瞎子。難道我要因為你們而錯失良機嗎？難道我要繼續當個瞎眼乞丐，到處乞討朗姆酒喝？而我本可以坐馬車出行嗎？就算你們只有螞蟻那麼丁點的眼睛，也早該找到了。閉嘴，皮尤！其中一人吼道：“我們已經拿到那些杜布隆金幣了。也許他們把那些該死的文件藏起來了。”另一個人說：“拿上錢，皮尤，別在那兒嚷嚷了。”嚷嚷這個詞用得恰到好處，因為皮尤的怒火在這些抱怨聲中越燒越旺。最後，他完全被憤怒沖昏了頭腦，開始胡亂揮舞棍子。我在藏身之處聽到棍子打在不止一個同夥身上的聲音。那些人則用咒罵回敬這個瞎眼的無賴，對他發出可怕的威脅，並徒勞地試圖奪走他的棍子。這場爭吵成了我們的救星。就在他們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，從村子旁邊的山頂上傳來了另一種聲音，馬匹飛奔的蹄聲。幾乎同時，從樹林那邊傳來一聲槍響，我看到了火光，聽到了槍聲。顯然，這是最後的危險信號，因為那些海盜急忙掉頭，四散奔逃。一個沿着小海灣向海邊跑去，另一個翻過山丘，如此等等。不到半分鐘，除了皮尤，他們就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了。他們拋棄了他，不知是因為驚慌失措，還是為了報復他的咒罵和棍打。我說不準，但千真萬確的是，他就那樣留在了那裡，瘋狂地用手杖在路上來回敲打，摸索着，呼喚着他的同伴。最後，他轉過身，朝錯誤的方向，也就是村子的方向跑去，從離我不遠的地方跑過，一邊跑一邊喊：“約翰尼、黑狗、德克，你們不會拋棄老皮尤的，夥計們，不會的。”就在這時，馬隊趕到了山頂，4、5個騎手在月光下顯現出來，隨即飛馳下山坡。皮尤這才意識到自己的錯誤，尖叫一聲，掉頭就跑，徑直衝向溝渠，一頭栽了進去。但他很快又爬了起來，再次試圖逃跑，已經完全迷失了方向，直接撞向了離他最近的一匹飛馳而來的馬。騎手試圖避開他，但已經來不及了。皮尤發出一聲尖叫，響徹夜空，倒了下去。那匹馬的4隻蹄子重重地從他身上踏過，把他踩倒在地，側身躺着。然後他慢慢地臉朝下倒去，再也沒有動彈。我一躍而起，向騎手們喊話，他們也被這意外嚇壞了，正在勒住馬。我立刻認出了他們。隊伍最後面的是從村子出發去找利弗西醫生的那個男孩，其餘的都是海關官員。男孩在路上遇到了他們，憑着他的機靈，立刻讓他們掉頭回來了。海關稽查員丹斯先生聽說了在基特洞發現那艘小船的消息，這讓他當晚就動身前往我們家，我和母親也因此才得以死裡逃生。皮尤死了，死得透透的。至於我母親，我們把她送到村裡後，用一點冷水和溴鹽就讓她蘇醒過來。雖然她的恐懼似乎已經消散，但她還是不停地為沒能把欠款全部討回來而惋惜。與此同時，丹斯稽查員快馬加鞭地趕往基特洞，但是他的手下不得不下馬，摸索着走下峽谷，一邊牽着馬，
一邊還得時時拉住他們以防失足，並且時刻擔心遭到伏擊。所以，當他們到達目的地時，發現那艘小船已經離港，也就不足為奇了。儘管它離岸還不遠，丹斯大聲喝令他停下。一個聲音回答說，讓他躲開月光，否則就要把他打成筛子。話音剛落，一顆子彈就從他手臂旁呼嘯而過。不久之後，小船繞過海灣的夾角，消失在視野之外。丹斯先生站在那裡，像離了水的魚一樣。正如他自己所說，除了派人去布里斯托爾警告海岸警衛隊的快艇外，別無他法。而且，他說，那也幾乎沒什麼用。他們搶先了一步，我們無能為力。只是，他補充道，我很高興踩了老皮尤那家伙一腳。要知道，到那時，我已經把發生的事情都告訴他了。我和他一起回到本堡海軍上将客棧，你無法想象那房子裡亂成什麼樣子。那些家伙在瘋狂搜尋我和母親的時候，甚至把掛鐘都從牆上扯了下來。儘管他們實際上除了船長的錢袋和客棧抽屜裡的一點零錢外，什麼也沒拿走，但我立刻意識到我們已經破產了。丹斯先生對此也無能為力。你說他們拿走了錢，那他們還在找什麼別的財寶？我猜是更多的錢，對吧？不，先生，我想不是錢。我回答說，事實上，先生，我想他們要找的東西就在我的上衣口袋裡，而且，說實話，我很想把它放到安全的地方。當然，孩子，那還用說，他說，如果你願意，我來保管他。我想也許利弗西醫生，我剛開口。好极了，他愉快地打斷我說，好極了，先生，好極了，一位紳士，而且還是地方法官。而且，說起來，我也應該去見見他，把發生的事情報告一下。老皮尤死了，我倒不為此難過，但他畢竟是死了，你明白嗎？人們如果可以，總會把責任推到國王陛下的海關官員身上。好吧，聽着，霍金斯，如果你願意，我們一起去。我真心實意地感謝了他的提議，我們便走回村子去找馬。等我把我的打算告訴母親時，馬已經備好了。多格，丹斯先生說，你的馬好，讓這孩子騎在你後面。我一騎上馬，抓住了多格的腰帶，稽查員便發出了信號，一行人便小跑着向利弗西醫生的家趕去。